我第一场恋爱是在国中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。然后我每个国文课、体育课都在传简讯。啊，我现在在上国文课，好无聊哦，好爱你啊。然后那个时候传简讯每一则要3块钱，我记得有一个月我传了3000多块钱，差点被我妈赶出家门。结果经过这10年，我交了5任男朋友。在感情中犯过了许多过错，也有许多的懊悔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10个我曾经在感情中犯过的错误，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在感情中也受困的你。第一个是太相信对方。我在第2任男朋友的时候是一个胖子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打电话来，然后说，我现在出车祸了，然后人在长庚的医院，可以借我4万块钱吗？我那个时候在做直播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钱，但我就跟我姐、跟我妈借了4万块钱，然后转给了他。除此之外，我在心理上面又很担心他，所以我从新竹打车到长庚去看他。但当我到了医院楼下的时候，他就迟迟不肯接我电话，然后接了又支支吾吾，就是不方便呐，就是我家人都在上面这边啦，不方便呐。我就说那你可以下来啊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也没有办法啦，真的。结果到头来，他根本就没有在医院。几个月后，我才知道，他其实就是靠这个为生的爱情骗子，专门打给女生，然后专门跟女生交往，然后说他很可怜，然后从女生那边获得钱财。所以，第一个教训就是谈恋爱也要带脑。我不是说我第1任初恋是国中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讲电话，喂，下国文课哦，你干嘛？就类似那种很嗲的声音。然后经过了差不多半年，我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，然后也没有心在谈恋爱上面了。但我一直不跟对方讲，我给对方的理由是，我刚刚睡觉啦，没接到电话，我刚刚在睡觉啦，重复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用我在睡觉这个理由，他甚至以为我得了嗜睡症。但事实上，我是没有勇气跟对方说，其实我对这段感情已经没有心了，我已经不想再谈这段感情了。但我却用逃避的方式，不跟对方讲，导致对方到最后发现以后更难受。所以这一刻教会我，不管是发生好事还是坏事，都要提起勇气跟对方沟通，不要想着沟通是一种反对对方，或者是不要惹对方，而沟通只是彼此的摩擦，越磨合，感情就会越好。我跟第1任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一位吉他老师。那个时候我在新竹读书，他常常就会从北投，然后坐着火车到新竹来看我，甚至只有1、2个小时，他也愿意过来，愿意陪我去隆重看医生，然后拿荷尔蒙的药，帮助我在跨的途中一路上的前进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我，觉得他没有未来，然后他住的离我好远哦。结果就因为这样子跟他提了分手，很婊对吧？这一刻我学到的是，一个人真正喜欢你，不是花钱在你身上，不是说一些甜言蜜语，不是买礼物给你，而是他真正愿意花他最珍贵的时间去陪伴你。所以如果身边有一位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男人，花时间陪伴你的伴侣，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他，而不是去抛下他。其实应该可以说是条件设得太多。第1任男朋友结束之后，就决定要找一个又有时间陪我，然后又有钱又体贴，然后又懂我，有兴趣跟我相同的男人。但事实是，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全能的男人吗？但我自己又是那么完美的吗？现在我学会了，爱情就应该只是爱情。挑选对象时，就要挑选一个相处起来舒服的，然后真心彼此喜欢的，
纯粹只是来谈一场恋爱而已的。但如果你说其他条件，对面要有钱，对面家里要怎么样，然后对面的工作有没有未来，如果你把这些也加重到对方身上的话，这个爱情将不再纯粹，挑选的对象又会越来越复杂，到最后反而会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。现在的我想要做个切割，工作是工作，未来我自己会去 handle， 但我的恋爱对象就是好相处，然后能谈好恋爱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因为我原本是男生嘛，然后跨出来之后，一旦有男生喜欢我，我就觉得啊，天哪，终于有人喜欢我了啊！我是跨性别，他爱我应该是真心的吧？结果通常不到2-3个礼拜就直接跟对方在一起了。但如果现在要我选择的话，我会宁可从朋友升级成恋人，因为你直接选择跟一个人在一起，真的是挺带风险的。下一刻完全没有独立的空间。这个事情发生在我2016年跟我第3任男朋友同居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们很高兴的搬到了台中，耶，同居了。但我们搬到台中1年之后，我们就分手了。我们连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吵得不可开交，像是包裹要先家里包好再去寄，还是到现场再把它包好再寄，连这样都可以吵到3天不讲话。所以这一刻我学到，恋爱中最美好的应该就是热恋以及暧昧。所以决定要与对方同居的时候，就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这个人可能不会再是你的恋人，而是他会变成一个家人。你要有无限的心去包容他，有无限的耐心去跟他沟通，这是需要去学习的。以前的我会觉得2个人只要相爱，年纪差很多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第3任松软兽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。但事实证明，年纪不单单影响一个人的外表，也影响到一个人的价值观。在他那个年代所获得的观念就是工作，然后安居稳定。但我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，我想去看遍世界，我想到泰国，我想到韩国，我想到世界各地看不一样的东西。这2者没有谁对或者是谁错，就只是价值观的不同。所以如果再我选择一次，我会希望找年纪相仿的，不单单只是因为兴趣以及个性，而是我们过去经历的环境相同，所带来成长的价值观也会相近。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5年的时间，其实我早就已经在想分手了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价值观不合适，但我迟迟不敢提，原因就是我害怕我分手了，这5年的青春就浪费了。但我仔细想想，到底浪费了什么？我到底要追寻一个怎么样的结果？是结婚生子吗？还是幸福美满的生活？到最后我体悟到，我是想要幸福，还是我想要幸福给别人看？所以如果现在我在感情中受委屈、不愉快了，我一定会果断跟对方提出分手，因为真正重要的是2个人在一起相处快乐的感觉，而不是为了未来那个虚无缥缈的结果。经过上一任的洗礼之后，我第3任决定找一个看起来比我厉害很多，在社会上小有成就的男人来带领我。但事实上，这5年我男友是很难带领我成长的，因为他能教会你的，就是从他的经验、从他的观念里面传输给你。但我们本身生在不同的时代，价值观跟经验都差很多，所以我认为是有一点点的懊悔。现在我体悟到一件事情是，我当初并不是希望一个人来带领我，而我真正是害怕自己没办法独立，自己没办法过得很好，所以我想要有一个避风港，躲在里面，不去面对我最害怕面对的事情。那是2016年我跟松软兽同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希望吃更健康，那我就学着去做菜，每天待在家里蓬头垢面的，然后去研究要怎么做菜。但事实上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做菜。我忘了当初我自己想要搬来泰国的目标，我忘了
当初做 YouTube 想帮姐妹的事情，而埋身在一段感情里面，希望说这段感情很得来不易，我一定要好好去珍惜它。所以这一课让我学到了，如果你把爱情摆在了所有优先级的前面，你将会很容易丧失自我，变成一个你不喜欢的人。我知道每个女生在小时候都有一个公主梦，希望未来会出现一位骑士来守护自己的一生。就连原本是男生的我，都曾经有这样子的梦想。但经历了10年的感情，从对爱情的渴望、期望，变成了失望。现在我梦醒了，我意识到并不需要一个骑士来拯救我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如何坚强，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如何好好的保护自己。所以下一个10年，我不想再做梦中的公主了，下一个10年，我想做自己的女王。